哟，走。照这么喝下去啊，压在柜上的钱恐怕就不够了。找着好哥了？他手下人说，3、4天前在红旗街那边见过乔森。红旗街？红旗街那边老乱了，老乔上那儿干啥去了？甭管他乱不乱的，好歹没一竿子给我支到后3家子。不是那小子吧，忒不讲究，你这人话也不会好好说啊。还有那天有好几个，那都是背了案子的，你看他的做派，那就跟公安似的。你这好几个都是偷家伙呀！我把他打发走了，我跟你说，我那是救他了。再说了，他后来吧，他这不来了吗？老刘啊，你这大老远的跟着我跑到这儿，不会就是为了跟这老哥一块耍我吧？你甭跟我扣帽子啊！我还想问你呢，你借蒋学的机会来这查乔森，为什么不直说？直说，然后让你大刀阔斧的带人过来，还有人敢真的开口吗？不好说，但至少比你去后3家的那么远。你呀，还是不相信支队。我那是不相信你。哎，你们2位真是公安呢？老板，来壶酒。哎，乔森这条线索你是怎么知道的？林佳音在殉职之前跟我提到过这个消息，你呢？我是顺着季节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号码查过来的。看来咱们都是查的这个小酒馆以后就断了线索。不，我去过他家，去过银行，还去过一家高级会所，以及洗浴度假村，而且我的线索没断。有人在红旗街见过乔森，我查到了一些线索。管队啊，是否感兴趣去一趟啊？麻药有效果了，你们俩看紧他，有什么意外情况，马上到外面叫我。你的病人运气还不错，好多送到我这儿来的人都不如他。坐，你毕竟在救他们。如果说
给他们打上一针70毫升的吗啡也算救的话，也算是。虽然我说不好你这么做是不是在救他们，但对他们来说，也许确实是他们心里想要的。你们为什么找他？一开始想找他了解一点事儿，现在来看，没必要了，就是想去看看他。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不能说没就没了吧？你们是公安，没错吧？这是我的证件，过去呢可以核实一下。你们看他，也不会让他变得更好。也许吧，你应该能理解啊。这人有时候吧，明明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可是心里啊，总还是在想去做些什么。跟我来吧。他的眼睛，不光眼睛，连耳膜和舌头都。这一路上，他全凭着自己的直觉摸到我这里来，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不是说在东北，没人能把他。是啊，不管谁干的，不过他们确实没有伤害他的性命。时间正好，抓紧时间回去收拾一下，还能赶上最后一趟去京港的飞机。
关队留队，车已经在门口了，咱们走吧。走吧，你们走吧。那好，先走了啊。你怎么来了？你帮我跟大哥解释一下。长春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查到这一步，但请大哥放心，我会想办法补救，挽回局面。你帮我转告大哥，这次不管搞出多大动静来，我都会自己收拾干净的。别他妈跟我提这个，要不是他那套无厘头的执念。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告诉你，姓关的他必须死，怎么死不是死啊？行了，事后我自己跟大哥说。等下了高速，关老师，你想去哪儿？我送您。我现在已经不是支队的顾问了，你用警车来接我，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关老师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刘队了呢。说到你父亲，我这次在长春终于能有机会跟他坐下来好好聊聊了。你知道吗？其实他不希望你干刑警，或者说一线刑警，是因为刑侦工作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外勤这一块。可是，天下的父母其实都一样，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是一回事儿，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女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一生。也许刘长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但他毕竟是你的亲爹，是这个世间最牵挂你的那个人。这是他和您说的吗？对，从小酒铺子到机场的快餐厅，我们没少聊。你们居然还能在酒铺聊，他酒量很差的，您不会是把他搀回去的吧？他没怎么喝，我也从来不喝酒，就是聊聊。你知道的，我一喝酒就出洋相，所以戒了。那你有机会也劝劝他把酒也戒了吧。喂，电子巡逻图显示你的车在机场高速。我让小陈去接老刘了，那么你接的就应该是老关吧？如果他在你边上，让他接个电话。关老师，周队找您。喂，哎，我说老关啊，电话都不接了，啊？你这是就坡下驴啊？怎么着，真打算不干了？现在找我什么事儿？金山的案子已经结了，咱们的戏也该收场了。赶紧回来恢复顾问的身份。哎，说正经的，你去长春有什么收获，分享分享呗。等见了面再说吧。也行，那我让小周直接把你送队里来。我还要去支队附近办个事儿，等办完了直接去找你吧。哎呦，那你得抓紧啊，天快黑了。什么意思啊？嗨。 老刘好不容易能回来替我值个夜班，我可以回家睡个囫囵觉。反正你快点吧。好，我知道了。
先走了，一会儿回支队。好。坐。那批钱是以前3个色带一批大买卖，咱天上车祸的人给3个订回过，这批货不能往井盖卖。3个后来赶过来，也是为了让着我做这批货。知道当初把这批武器出给孟州魔的卖家是谁吗？不知道，喝酒的时候好像听3个念叨过几句。卖家是井盖的，好像是个警察。大家好，每天聊点育儿经，更新您的育儿观，解惑您的教育误区，用智慧成就幸福家庭。我是周正周老师，每一天。喂，我不知道。周巡急着见我倒不是问题，但我觉得他的口气有异样。天马上就要黑了，咱们赶紧交接吧。为了节省时间，就穿第4套衣服。哦，对了，行李我放在小周车上了，你记得赶紧拿。手机等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你赶紧换衣服啊。走。关队，如果你们兄弟的身份要是曝光的话，我得提前告诉你，我做刑事辩护的收费可不低。如果真到了那个程度，我相信你有很多辩护以外的手段帮助我。我先拿这话当好话听，找我有什么事？我去长春调查的结果，你大概都了解了吧？和我有关吗？简单点说，随着调查渐渐的深入，叶方舟可能还有他身后的势力，一定有所察觉。事情到了这个局面，所有涉事的人员其实都存在人身安全隐患，我需要你的协助。新城前一段时间被抽调去保护的那个卧底探员，身手好像挺不错的。听说当初是你半个徒弟。他在剿灭金山犯罪团伙的时候牺牲了。我知道，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他要是还活着，不是更适合协助你吗？阿斌，我是在求你帮助我。好吧，说来听听。放心吧，我尽力而为。那就多谢了。如果目标出现危险，你会？我会尽力斡旋，把情况化解。
那万一不能和平解决呢？无论和平与否，我都会解决的。这么说，你该放心了吧？韩斌，你是罪犯吗？关队，你还是警察吗？方总，找我有事儿？您出差这么辛苦，回来还要值班，就不能和周队换一下吗？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嘛。我不在的时候，这周队啊，也是不分白天黑夜的，轮轴转嘛。来，给你买的。给我买的。谢谢啊。您知道吗？周队也许要恢复关老师的顾问身份了。啊，你还希望给关老师做助理啊？这个我可说的不算，我得听领导的安排。哎，你这口气，怎么这么像我说话呢？啊，我明白了，你呀用这种方式来教训我，对吧？哎呀，是啊，这种口气说话呀，确实招人烦了。这过去的事儿吧，我既谈不上了解，更不能理解。也许婚姻关系中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过去的就该过去了。后来，我只是嫌弃你作为一个支队领导的做派。但就像关老师说的，人无完人，是吗？我来支队，其实就是想得到您的认可，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我不喜欢您的工作方式，但也不应该这样对你。讨厌我这种做派的人啊，也不止你一个，我以后一定要注意。毕竟10多年了嘛。哎，东东，以后碰到我还是这种口气的话，提醒我一下，啊，要想让我一下改啊，也不现实。但是啊，跟自己的孩子说话还打着官腔，真是啊，蠢到家了。哎，东东，今后在支队，不管你在哪个部门，是做着安排也好，还是你自由选择也罢，我呢都义无反顾的尊重你的选择。你长大了，爸爸相信你有能耐规划好自己的一切。爸，谢谢您，要注意身体。奶茶要记得趁热喝哦。
过他好像刚才和我说一会儿会来队里找您。刘队看见了吗？哦，他应该回办公室了。嗯，哎，对了，你把213那个物证调出来，一会儿我要看。嗯。哎，周王哥，周队让我调一下7173号物证。吴征家灭门案。啊，周队老调这个，怎么又要翻过来查了吗？上意难测呗。来，弄个记录。谢谢王哥。叶哥，怎么样了？妈的，还不来人？还不来？大哥，他说那个，别他妈管大哥了，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就差这一下了。哎，终于来了。哎，老关，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周巡，我哪敢呢？再说了，我行李还在小周车上呢。哎，等一下，咱就别回去了。我刚跟老刘置了一肚子气，咱哥俩溜达溜达去。啊，走。叶哥，你疯了？那可是周巡呐，这可是公安局门口，你不在这儿开枪，大哥要是知道，是再也不会把我们兜着的。也就是说，这回你去长春，算是彻底坐实了叶方舟的嫌疑。那你觉着，如果把姓叶的小子能够抓住，当然，最好连同他身后的什么人一起拎出来，对你弟的案子会不会有帮助啊？当然有。在王志国袭击支队并销毁案卷的后续调查中，你干掉了那个以化名冒充目击证人的安婷。安婷与金山倒卖的军火有关，而那批军火的来源又有叶方舟的事儿。虽然这些看上去并不是很明显的证据链，但其中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等等，就算叶方舟倒卖军火、倒卖赃物，甚至手上可能还有人命，他和安婷相识也没错。但安婷为吴征的灭门惨案做了伪证，以及和王志革袭击支队的事儿有关联，这并不能代表关宏宇就一定是清白的，更不能代表叶方舟就是陷害他的主谋。是，希望抓到他们以后，一切就都能真相大白了。反正我是相信我弟弟是被冤枉的。你当然要这么相信才对，但很可惜，我不相信你是被冤枉。我知道，高亚楠相信你，而且在案发之前，你们就已经和好了。当然，还有你哥，他冒了这么大险，和你共享同一身份。对，你们俩才敢耍了我这么久。
呀，这么久还不扑过来，是因为在支队门口不敢动手，还是上次被我打怕了？周迅，你是不是想抓我弟想疯了？关宏宇，别再隐瞒了。上次在水房你拿枪指着我，还记得跟我说了什么吗？谁想到你也在这儿？你他妈也没想到要让我拿枪指着这一天吧？我再给你提个醒儿，上次在公交车上发生的事情，你也应该知道吧？千万别乱动啊！我这枪一走火，不定打到谁身上。百密一疏啊！你们哥俩在我眼皮子底下演了这么久的双簧，却因为这一点点小的失误，在水房那次，你并不是第一次拿枪指着我。当然，你以为是，这也没错，因为上一次是你哥。想什么呢？有个事我一直没想明白，既然决定不让你参与这次抓捕了，周迅为什么还要把我哥透露出的配件厂的地址告诉你呢？原来你要找我哥，聊的就是这事儿。你一直对能抓到我，真是有执念。事已至此，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就想告诉你，如果在你心里我是杀人犯的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吴征那一家5口是我杀的，那天在水房，我手里也不差多你这一条命。宏宇，能不能答应我，以后不跟那些人鬼混了，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行，我向你保证，以后呢，只跟着你鬼混，行了吧？不许骗我啊！我不骗你。我在街面上耍这几年呢，虽然都是小打小闹，但也承蒙各位的照顾。这眼瞅又是1年了，我琢磨，我这岁数越来越大，也该收收心了。我打算以后本本分分过日子。从今儿起，12点以后，咱北城街面上就没我关宏宇这一号。一个是向各位表示感谢，再一个跟你们道个别。先干为敬，啊！出来。关子，要不是认识你这么多年，哥哥我还以为你跟我闹着玩呢。咱们不是居委会大妈，思想工作。咱们就抛一边儿，兄弟，给个痛快话，有商量吗？我也不瞒你，这钱不是你的就是我的。你要是把它收了，舒舒服服的入行；我要是把它收了，
就得按规矩纳投名状啊。你好好想想，不要让哥哥太难做。是难做人呢，还是难做狗啊？站住！别跑！别跑！站住！喂，他妈的，这小子他妈翻脸跑了！喂，风雨，这都快12点了，你怎么还没回来？你在哪儿呢？丫的，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啊？出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我跟一帮人，我有可能杀了人。什么？杀人？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问我哥。哎，哥，你听我说，赶紧跑吧！啊？什么？出人命了！现场有证据显示，很可能是你干的。不出意外的话，天亮之前协查通告就该公布。你要么投案自首，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要么就赶紧跑。你说什么？真是天不绝我呀！既然这样，咱们再推一把，让他们整个长风支队都瘫痪。这样，你听我说。你被通缉是因为杀害了吴征一家5口。你知道吴征是谁吗？说心里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杀害一家5口的通缉犯呢。你们哥俩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不止一处。吴征是我们的人，他是市局的卧底。他们一家遇害的那天早上，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跟我说有一个不得了的发现：长风支队被犯罪集团渗透了，而且延伸到了级别很高的程度了。吴征既然是市局的人，为什么会跟你通电话？越来越像你哥了。问得好，因为我是他的牧羊犬。就像赵新成之于林佳音，出于行动保密的需要，市局经常会从各分院局抽调人手，参加行动外围的保密工作，或者是联络工作。因为这行经常会开玩笑说，卧底是披着狼皮的羊，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牧羊犬。我的羊死了，而且死了一窝。从现场证据上看，杀他的人就是你。但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你想怎么样？你被通缉是因为杀害了吴征一家5口。你知道吴征是谁吗？说心里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杀害一家5口的通缉犯呢。你们哥俩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不止一处。
吴征是我们的人，他是市局的卧底。他们一家遇害的那天早上，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跟我说有一个不得了的发现：长风支队被犯罪集团渗透了，而且延伸到了级别很高的程度了。吴征既然是市局的人，为什么会跟你通电话？越来越像你哥了。问得好，因为我是他的牧羊犬。就像赵新成之于林佳音，出于行动保密的需要，市局经常会从各分院局抽调人手，参加行动外围的保密工作，或者是联络工作。因为这行经常会开玩笑说，卧底是披着狼皮的羊，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牧羊犬。我的羊死了，而且死了一窝。从现场证据上看，杀他的人就是你。但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你想怎么样？周旋，你因为被举报涉嫌谋害刘长勇副支队长，现在市局指派海港支队调查此案，决定对你采取拘留措施，带走。辛苦了，哥几个。小王，哎，郭仔，怎么样？什么情况？心脏病、脑溢血还是中风啊？到底什么症状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哎，我知道了。可是现在应该我去啊。那小周他……我没想好，这太突然了。你赶紧先回来吧。怎么出什么事了1个小时以前，刘长勇在自己的办公室休克，送到医院抢救，但是……你是说刘长勇他？不知道为什么。市局认定周迅有重大作案嫌疑，让海港支队把他给抓了。你是说刘长勇的意外，周迅要负责任？不，
市局认为刘长勇死于谋杀，周巡是最大嫌疑人。哎，行了，甭解了，这不是有规定不能解除借据吗？就这么着吧，啊。姓名：周巡，年龄35，住址：长风区罗家里6号楼901。籍贯：忘了，我爹山东人，我生在咱们青冈。家庭成员：就我和我爹2人。没事儿啊，该怎么问怎么问，你们不要有顾虑，做好你们工作就行了。哎，站住！你谁呀？请出示证件。啊，我是这儿的顾问，没有证件。以前是这支队长，随便找个同事都能证明。关洪峰是吧？你的顾问身份解除了。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如果你有什么私人物品要拿走的话，我们会另行通知你时间。现在支队谁负责指挥？这个局里自然会安排，与你无关。开岗支队勘察现场。刘队是昨天的夜班代班领导，可能是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值班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去配楼宿舍睡觉去了。办公的人差不多有10来个人左右吧。我刚上厕所回来，周队正在往楼上去，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们也是听见他们俩吵起来，才知道周队没有走，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原因吵起来的，但确实吵得很厉害。你有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吗？就一句半句的，也没听太清楚。是什么？你他妈这是找死！大概就这一类的吧，应该都是气话。我拿着报告去找刘队审批，结果一进门就发现他倒在椅子上了。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往救护车里推的时候，我注意到刘队的指尖有些发青，口鼻中有刺鼻的辛辣味道，牙床和舌尖出现了很多密集的小水泡，属于非常明显的中毒症状。18点37分，总队接到了长风支队的紧急举报，说副支队长刘长勇与原支队长周巡在发生冲突后不久中毒昏迷，人已拉去抢救了。毒源锁定为他办公桌上放置的一杯花生奶茶。监控显示，刘长勇与周巡发生冲突之后，周巡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几分钟后，刘长勇离开，随后周巡独自一人又回到了刘长勇的办公室内，并且停留了1到2分钟后离开，步行走出了刑侦大楼。与此同时，刘长勇回到了办公室，几分钟后，他晕倒在自己的椅子上。你看。所以呢，可以确认周巡的作案嫌疑了吗？在毒源的杯身上，我们发现了新进的3组指纹，第一组是刘长勇的，第2组是长风支队的刑警周书彤的，还有1组就是周巡的。核实得知，刘长勇和这个周书彤是父女关系，这杯花生奶茶就是他买给他的。非此即彼，是不是只要排除了他的女儿，就可以确认是周巡？关于指纹的鉴定，市局的同事发现了新的疑点。现在我们查出，周书彤的指纹只在杯身上有，而刘长勇和周巡的指纹不仅杯身上有，杯盖上也有。那么换句话说，除非刘长勇给自己下毒，否则打开杯盖做手脚的应该只有周巡。卖奶茶的就没有留下指纹吗？白局，我们没有采集到其他的指纹，不过这也说得过去。制售奶茶的食品加工方很有可能是戴着手套作业的。
知道了，等有进展的时候随时联系。好的，关队，随时电联。叶方舟，肯定是叶方舟。你这么快就确定这事儿跟周迅没关系了？周迅这个大老粗，你要说他活活把谁打死，我信，但我绝不相信他会使用投毒这种小伎俩。更何况他是在自家的支队，到处都是监控，他又不是不知道。没错，这件事有很大的疑点，尤其是这刘长勇一上急救车，市局那边立马就接到举报，指向性异常明显。事关市分院局支队领导的生死，市局反应迅速，也在情理之中。宏宇向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别的不说，他正和宏宇了解从长春调查回来的线索。当时他的表情、语态都非常的轻松自然，不像是刚投毒害过人的样子，对吧？刚才说的事儿别跟你哥说。从之前有过2次意外之后，周巡就一直在暗中追查长翁支队内有没有被犯罪分子腐蚀或者渗透的情景。从现在的情形来判断，他侦破的方向是对的。如果说周巡真的是被冤枉的话，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市局已经调查出毒源是那杯花生奶茶，从监控上看，刘长勇在饮用奶茶之前，除了周巡，没有任何人进出。所以，在剩下的这些可能性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查一下奶茶什么时候被下的毒。市局不是已经查到那个杯子上面有周书彤的指纹吗？你说到点儿上了。我在支队这么多年，从不记得刘长勇是那种给自己买花生奶茶喝的人。得找机会问一下小周，那杯奶茶是不是他买给刘长勇喝的？等会儿我去医院问问。哎，如果我们能核实出那杯奶茶是在哪儿买的，你有没有把握把沿途的监控录像都调出来？不是，那你看你想看哪种监控啊？其中它交通监控和安防监控它破解办法是不一样的。你到时候吧，它不是说你行了，反正现在咱这状态也虱子多了不怕咬，我就都把它破了，你到时候看呗。先把机票的问题解决了再说。佳音，你准备飞长春吧，务必要保证乔森的安全，他可是咱们手上最有价值的证人。就目前情况看来，叶方舟这伙人已经丧心病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旋入凶险。那倒无所谓。如果陷入你所说的境地，交战的规则是什么？等到了正面交锋的时候，咱们绝不能手软。就算为了对付他们，你最好不要变得和他们一样丧心病狂。哎，万队，你们2个先到车里边等我。好。小周他，谁都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询问家属啊。不过没办法，市局盯得紧，老白压力也大。我这算是上车下派吧。还好你们没把他给定成嫌疑人啊。按正规处置啊，他是刘长勇的直系亲属，又是买送奶茶的人，所以嫌疑最大。不过也恰恰是如此啊，所以在最一开始就排除了他的嫌疑。一方面是他缺乏杀人动机，另一方面，他的指纹并没有出现在杯盖上。就算刨去这些吧，这孩子一直跟着你，你觉得他像是那种投毒杀害亲爹的人吗？我怎么觉得并不重要，证据才是最关键的。他怎么跟你们说？这孩子倒挺坚强的，脑子也清楚。据他的回忆，他是在支队南侧的85度C 面包房买了2个面包和2杯饮料。2杯饮料当中，1杯是咖啡，
一杯是花生奶茶，然后就开车回到支队，把面包和奶茶交给了刘长勇，自己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就去食堂喝了半碗粥，然后就去佩楼的宿舍休息了。啊，能确定那杯花生奶茶是被投了毒吗？技术队的初步检验结果是生汞混合物，不过和刘长勇中毒是否对症，还得等验尸结果出来。这不，法医正在征询他和刘队家属的意见吗？那也就是说，这杯花生奶茶从小周拿到手一直到交给刘长勇，这之间就没易过手是吗？从周书彤送完奶茶到刘长勇中毒昏迷，这中间只有老周2次出现在刘长勇的办公室，所以这个结果对老周可不怎么有利啊。哎，那小周手里那杯咖啡呢？他说他喝完了，然后就扔在那个食堂门口的垃圾桶里边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把那个杯子再找出来验一验？小周那杯咖啡应该是安全的，否则的话，他也早出事了。难道这个凶手就认定刘队一定会喝那杯花生奶茶？或者说，凶手确定小周不会喝那杯花生奶茶。随着联系。好嘞。哎，好了，你们看啊，这个人他来了，进去了，买完了，出来了，没了。那这能有什么帮助？看不到他车吗？根本拍不到。面包店门口它有盲区，它停在外面了。哎，花生奶茶之类的热饮是不是都是现调现卖的？对啊。哦，你是怀疑面包店的店员投的毒？啊？哎，你看这人怎么又回来了呢？这是手机落在里面了。不管是因为什么，他回面包店手里没拿着饮料。能不能找其他角度的监控？我想看到车。峰哥，这我已经尽力了。这面包店附近的交通监控、安防监控，所有的监控都在这儿，没有一个能拍到那辆车的。就包括你在他车里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面包店门口，它这个监控就是有盲区，你这能怎么办呢？关队长，方队，好久不见。啊，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刘队的爱人陷在里面，能否做尸检，我们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周警官那儿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授权书上还需要刘队的陪我签字。行，那你先忙。我记得和关老师办过的一个案子里，有一个被害人叫齐卫东。我在法医室的门口见到了他的女儿。和关老师学习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知道，人在面临巨大的噩耗时，会经历否定、抵触、悲痛和接受。
这4个不同的阶段。那个女孩没比我小几岁，现在想想，她似乎不处于任何一个阶段。也可以说，任何阶段的状态都有一点儿。她这么多年来，盼望的就是能和父亲相聚。可结果呢，却盼来一个阴阳两世的结果。而我呢，父亲每天都在身边，而我却从来没有把他当成爸爸看过。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执行任务。别去不行吗？别影响警察班，请别跟着我，自己能搞定。我这不是都是一直想办法保护你吗？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不像您刘长勇这副官僚兮兮的嘴脸。你说你这种人能当上副支队长，简直就是我们支队的耻辱。你不是给他买了吃的和饮料吗？我想你们现在的关系肯定比原来好太多了。对呀，就这么唯一的一次，还给了别人下毒的机会。负责抢救的医生告诉我，是中毒导致器官衰竭。刚才海港支队的人也过来问我去面包店买东西前后的情况，再加上合法医现在也在等着尸检的许可文件，我还是能想明白的。现在还不能确定，何况真有人想故意投毒，总能找到机会。这种情况有很大的偶然性。当初他俩离婚，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妈妈病重了，没过多久也去世了。叶方舟也被他开除出支队，继而和我分手。所有的这一切，我一直认为都是他造成的，而我当时以为自己能做的，就是拿自己的命换他后悔一辈子。其实，他还是挺牵挂你的。对呀，人长大一点儿，其实就都明白了，这些不过都是简单的因果。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俩就不停地争吵。他不愿意继续不幸福的婚姻，所以重新做了选择。我本来就不去探究事情的因果，只在乎自己对结果的感受。你说我是不是很幼稚、很自私，或者说是很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警察，但在我看来，也许做警察和做人一样，都有长有短。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我现在理解他，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他呢，他是我爸爸。当初齐卫东的女儿恳求我，一定要找到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可我不一样，我是一名刑警，我一定要自己把凶手找出来。干嘛？老周。赵队啊，他是坐着，我也没问你。这样，
我来问，你们进。怎么着？铐子都不给摘，太不给面子了。行了，你这么弄我更摘不干净了。就这样。昨天晚上，你都干什么了呀？昨天晚上，昨天晚上老刘出差回来，然后我让他帮我值个夜班，然后头6点我找他说点事儿，然后6点之后我就离开支队了，然后在门口碰见了老关，我和老关随便聊了几句，大概其就是聊了聊，希望他能继续回来当顾问的事儿。对，哎对，然后你们就来了，就把我带走了，我当时都不知道老刘出事儿了。那你和刘长勇见面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呀？我们就是说说他在长春得到的那些线索，该怎么往上汇报。你们对楼里的其他人都听到你和刘长勇有争吵，是因为工作汇报意见的不合？因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我们俩不一直就不和吗？这就不用记，该怎么记怎么记，全队上下都知道我们俩不和。但是老刘是我们支队的人，我周巡的枪口向来是冲外的，绝不冲自己人。那你又回到刘长勇的屋里边，又看见那桌上放着一杯奶茶吗？当时没有，我第2次去的时候，我才看见他桌上放着一杯喝的。当时我特别困，我以为咖啡呢，我打开一闻，不是啊，奶不稀稀的，我就放那儿了又。那就是说，你承认你在和刘长勇发生争吵以后，又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单独的进入过他的办公室，对吗？我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不在办公室啊。你和他刚吵完架，你又回去找他，为什么呀？事儿没说完呗，还能为什么？然后你就离开了支队。对。你们俩先出去一下，我和老周单独聊2句。车队啊。出去。这么多年兄弟了，我也就不绕弯子了。刘长勇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有关。喂，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啊？没有人。我说没人，没人，你抽调个屁呀！预审也来借人，派出所也来借人，巡查也来借人，哪他妈还有人啊？啊？你找治安队拆对吧？啊，就这样了啊。喂，哎，是我，谁？哎，老高是吧？哎，我让人过去了啊，不是什么刑事案件，就是一户人家把羊腿挂门口了。对，羊腿什么人腿啊？我告诉你，咱不说老百姓了，就是你们这派出所辨别能力太差。行，好，我知道了。哎，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啊。啊，好，过年好。哎，好嘞，哎。喂，我周巡，啊，不是你跟台子里说，我这没有台子呀，台子都拿出去了。对，哦，马上到是吧？行，那我下去啊。喂，我周巡，啊，我没受着啊，行，那我下去看看。哎呦，别提了，今儿接了6起纵火案，没有1起跟纵火有关系的啊，行，啊，去，行嘞，好，派人，好，等着啊，去一会儿。周哥，刘队呢？刘队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看春晚呢？没有，刚才市局那边又发了一个通告啊，110中心又给来一个案子，你说说。你帮我接个电话吧啊，我有个案子来不及了，我先下去。哎，对了，快啊！把你那台子借我使使，我这没有了啊，给我用啊，谢谢啊。哎，稍等，回话。收到，听讲。啊，远洋洗浴中心刚接到纵火报案，你们去现场看看，看是哪个缺心眼的把2踢脚崩到人房顶子上了。
啊，哥几个辛苦了啊！哎。大哥，去哪儿去？去哪儿？疼！哎，嘿，又是那小子啊！这周哥，行，还没到12点啊，好样的！刷了去年记录了，今年都3进宫了。签个交接单。周哥，这是误会，他这手表就放在那儿，我以为没主呢，我就顺手。行了，误什么会啊？啊！事后你打人失主怎么回事？不是，行了，得了。哎，哥几个辛苦啊！啊，把他全家那个暂看吧，行吧？啊，对了，会议室有吃有喝，歇会儿暖暖再走啊。好，辛苦啊！哎。哎，对了，刘队，那个小王刚才找您说市局有个什么通告要给您，回头再说吧。啊，好。喂，哎呀，你别着急，我还没看见传真了，我就看见现在给不了你啊，这技术队都散出去了，就踏实等我电话吧啊，行了。哎，王，哎哥，谢谢了。哎，客气。哎，要你把这给我啊。行，我刚看刘队出去了，一会儿我给他。哎，要是2队在那个台子里说一个灭火案的事儿，你叫我一声。哎，行啊。哎，光，这是什么？啊，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那个110中心啊，转过来一个案子，然后说是曙光4号院入室暴力犯罪。秘密报案，这靠谱吗？那谁说的准啊？领导说了算。行吧，那回头我给关队打个电话。啊。哎，对了，一会儿你下去时跟战宽说一声，把刚抓进来那仨人分别关押。我一会儿下去问口供。行啊，放心吧。哎，走了。哎，不接电话呢。确切的说，从一开始，从2月13号那天开始，所有跟这个案子存在关联的人，都和他的死有关。凶器啊，不可能是在这里面，不用翻了。哎，你看这儿是不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手铐之类的东西吧？是吗？还没联系上关队啊？没有。你认识他？啊？谁？不认识，不认识。哦。回来了，周哥。周哥。哎。哎，周哥。哎。哎呦，关队，关队，你可回来了！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鞭炮声太吵了，没听见手机响。哦，你怎么不在现场盯着呀？啊，我这勘察差不多了，我跟老刘吃口饭去。老刘呢？回队了。凶器都没找着，叫勘察的差不多了。凶器找着了？小高在楼道垃圾桶里找着的，上面有血迹和指纹。哎，对了，那个技术队在现场也发现了一块带有毛囊的头发，如果是凶手的 DNA 再加上指纹，那就是铁证。只要能找着人，这孙子想赖都赖不掉。关队，结果比对出来了。谁呀？什么？看看。
现在这么看，这辆车用的是套牌。根据车牌号分析，这很有可能是一辆09年的海马。能从视频里看清楚司机的脸吗？现在这光线和角度实在是太不理想了，看不清。现在基本上能确定，他一直在跟踪我和周树桐。哥，你有没有想过，不管是谁往奶茶里下的毒，他可能想毒死的并不一定是刘长勇。当然，他看到小周买了2杯奶茶，却选择了其中1杯投毒，应该是排除了几种可能性，譬如小周会一下喝掉2杯奶茶，或者他选择花生奶茶喝。他知道周书彤无论如何都不会喝花生奶茶。要不你就再来一个花生牛奶。不用了，我吃花生过敏，一吃就长痘痘。遗传吧？啊？那倒不是，我父母都不这样，就我这样。所以说，他了解小周的生活习惯，甚至知道他吃什么不吃什么。从动机上来看，这杯奶茶不是想毒死我，就是想毒死周巡或者刘长勇。为什么呀？因为周书彤的办公室里有很多的同事，你去待一段时间就知道了。要买的话，每人买1份，要不就干脆不买。他只多买了1杯奶茶，恐怕是给某个领导。从隶属关系上来推测，关宏峰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他也不在意毒死其他人。你说，周书彤回去取手机，来回来去也就1分钟啊，凶手是在这个时间下的毒吗？应该是。开警车外出，不锁或忘锁是常事儿，因为开的是警车嘛，总觉得一般人轻易都不敢碰。再加上武器和步话机都随身带着，里边也实在没什么可偷的。姓叶这小子，我真是见缝插针不拉空了。不是，但是现在咱们还不能确定这车里坐的人是谁呀？就这段时间，我们追的线索基本上都跟他有关。首先是王志革在押送途中被劫走，随后袭击支队，而王志革后来袭击支队用的那支枪，是我2年前和500遇袭时丢失的一支警枪。这起事件到最后，安婷因为被周巡看出马脚，想杀周巡，反遭击毙。而安婷死之前，最后见的人就是叶方舟。而且不要忘了，这个曾经化名为安藤的安婷，是洪宇被陷害那个案的所谓的目击证人。到了金山那档子事的时候，叶方舟为什么要跟着你啊？这个点我一直也想不明白，但是毫无疑问，他对这个事儿很上心。刘长勇之前循着线索一直追到了吉林，并且找到了金山他们那次军火交易的前客乔森，而乔森则以手代笔写出了元凶的名字。哎，你说他设计这么多事儿，目的是什么呀？这些事儿不是他策划的，他只是个执行者。咱俩都在的情况下，我就不演戏了，你接吧。这些事儿的规模牵扯到非常复杂的情报来源、人员调配。叶方舟只是个小崽子，光凭他做不到这份上。不过那个乔森，哎，林佳音的飞机现在已经飞了。市局指派施广陵降任长风支队，他现在是管事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以前是从长风出去的。现在局面这么难看，派个老手来坐镇，也说得通。